很多朋友都在询问团长说，礼拜五大盘大跌了3000点左右啊，那有没有什么股票可以减呢？别人恐慌时我贪婪，这个时候当然是有机会可以减股票了。那减股票要怎么减？我这边来跟大家做一个简短的一个说明。好，所以如果你是我们的 AI 投资学院 Plus 的社群，你可以来到 Classroom 里面有个 AI 投资资讯站。先点进来这边啊，点进来这里就可以输入你的 Score 的账号就可以登录，这边就可以来看一下。首先我们可以先看一下大盘到底什么时候会止跌，最坏的情况可能就是在哪里。我们可以先来看一下这个大盘筹码。好，那这边大盘筹码团长有做了一些统计数字，那你可以看到融资的增减。那礼拜五7月17号是单日有卖压非常重哦。那如果你把它切换到金额，你可以看到这边总共卖了416.3亿的融资。你可以看到近期来讲好像没有杀到这么多融资。那我们可以看一下更长的距离，所以我们把它拉到全部。拉到全部之后，我们可以看到，以前曾经有拉到437.6亿，那是2025年4月9号，那个时候是川普他说要对全球来征关税，恐慌时刻哦，所以当天卖到400多亿，实在太恐怖了。那应该跟上次差不多，卖400亿。可是我自己个人认为如果你看到这个破纪录400亿了，但你要去了解是位阶哦，位阶不一样。那个时候的位阶，加权指数那个时候才在17000，从22000跌到17000，但大盘现在已经不一样了，已经来到4万多，已经涨1倍了。所以用这个逻辑来看，如果你22000卖400亿是极度恐慌，那照理来讲，我们应该是用这个比例来去计算，你才能够去有个基准来去判断说到底是不是真的极度恐慌。OK， 这是第一个判断方法，所以我们可以把它从金额把它切换到占市值。所以你发现占市值的时候，你就会发现说，其实占市值来讲是负0.028%，但是这边的时候是负0.069%。当时融资的减少幅度是远比现在的减少幅度大很多的，减少幅度更多。所以你不要想说现在这样子就已经到极度恐慌，还没有。OK， 所以什么时候会到极度恐慌？第一个就是看如果它的融资的当日减少占市值能够跟上一次关税的时候一样惨，那真的就是超级极度恐慌。所以我们可以把那种最坏情况可以考虑进去。如果来到负0.069%，单日能够超过这个值，那我们可能就可以认定说，可能这个真的来到极度恐慌。那通常这大概是还要有2倍的距离，所以看起来只是一点点恐慌而已，还没到极度恐慌。那另外一个可以观察的指标是融资维持率，因为如果你有用过融资，你应该知道什么时候会被券商去追缴。那你可以看到那个时候的融资维持率是在121.45。那我们说通常断头潮大概跌破130就是断头潮，所以你看现在融资维持率现在才162.8，那162.8其实跟之前的比，你可以看到这个距离其实融资维持率还很高，还是一大堆散户。所以现在台湾最大的问题是什么呢？是太多人用杠杆，除了用贷款以外，还有用融资去投资，所以这个时候就挺危险。那你可以看到，虽然是短期来看2026年还没有融资维持率这么低，但是还是很高。如果要像韩国一样修理融资，那融资维持率有可能还会更惨，可能会跌到150或140附近才会止跌，可能会跌到这附近。那如果要出现更多的恐慌黑天鹅，有可能最惨还会跌到120附近。如果你看这个融资维持率，以前过去最惨的一次来到121.45，那个时候那真的是超级极度恐慌，那你就可以 all in 了。那你说现在要不要 all in？ 我自己是不会完全 all in 的，我们永远保持有足够的现金，就不怕最恐慌的时候发生。这个是加码的原则，所以你说要把全部的资金都 all in 吗？我是不会。那如果你胆量很大，你要 all in， 那你要能够承受，如果真的出现最大恐慌的情况，你能不能承受得住？好，这是买进前的我的判断。OK， 既然我们已经知道最坏的情况，就可以去判断说，如果融资维持率要到这边，那我大概还有多少的空间？那我们就大概画个线。好，你大概跌到，通常就是你大盘跌多少，它的融资维持率就会降多少。所以如果说要来再大跌，好，从162要再跌到120附近，大概还有40%。好，那假设你要分3批，你可以这边就先加码一次嘛。我们可以这边加码一次，这边加码第二次，到最惨的时候加码3次。这是如果你要用加码3次的做法。那如果你要分得更密，那你可以去分得更密，你可以是1、2、3、4、5，
你可以用5次分 B 加码，也可以用14分 B 加码，那就看你自己。反正我们永远是能够去判断说呢，最惨的情况有可能是多少。那你这样子，你去投资的时候就会比较安心。OK， 所以我觉得投资到后面，我会发觉，其实资产的配置其实才是最重要的。你除了要会选股以外，你还要会做资产的配置。所以目前看起来还没到极度恐慌的时候，我们就是保留余裕的现金，你就不用担心。好，那另外还可以从台股的另外一个指标来去看，我们可以看到恐惧贪婪指数目前来讲，你看这个恐惧贪婪指数也还没到25以下，如果要到极度恐慌，通常要到25以下，那现在都还没到25以下，所以你看这个指标，你看这个图，如果你来到极度恐慌，应该是要掉到25以下才会来到极度恐慌，目前还没有。所以这个都是大家还要再留意的。如果所以最好的情况当然是到极度恐慌的时候，再买进比较多的资金会比较好。这是我自己的看法。那讲完这个加码的看法之后，你要怎么样来选股？那我自己的个人看法就是，我们找内部人还持续买进股票。我自己你可以从这个筹码这边来去看，找这个董事长有持续吃货的股票。那现在是7月份啊，那8月份会公布7月份的董监事持股。你如果愿意等待，可以那时候等。那也可以看6月份哪些股票有在吃货的，比如说我们找董事长的，我们就可以从董事长的部分去找有没有哪些股票最近跌的。那我们可以找增持的，这些都是有增持的公司，你就可以从这边去找哪些股票有可能是被低估，它是有题材。你也可以去下载 Excel 档案，下载完之后，然后再汇入你自己的 AI， 然后帮他去从像是热门题材的部分来去找。那我们之前也有教过大家怎么样去用的 AI 提示词，你可以用 AI 提示词，请 AI 来去帮你找相关的股票，哪些是比较有题材性的。那如果你是要比较重基本面的，你就可以用基本面来去看。好，那另外一块就是香港的部分，我们也可以从董事增持、减持的部分来去看。这边有港股这边，我们也可以从有回购的，我们可以从有回购或董事增持的。那或者是既有回购且有董事增持的股票，我们可以去用筛选。好，那这样子就可以看到它又有回购又有董事增持的股票，我们期间近3个月跌幅比较重的，那我们可以优先来考虑，它有可能是被错杀。好，那这些你就可以去留意。那如果有殖利率特别高的，就更可以去优先去评估这些股票。好，那当然如果你要更多的标的用或不一定是回购，有可能是董事增持而已，也有可能是回购增持，你可以用回购占市值的比例比较大的来去找。那这个期间涨跌比较高的，那就不要去追高。哪一些股票它是回购或者是董事增持比例比较高的，它目前距高点的距离还有点远，它这波有点算是被错杀，那你就可以去了解、去评估，看看要不要去投资。那我不建议是把所有的资金投资在一档个股，你可以分散投资。分散投资是一个比较好的做法。那这个就是这个选股的方法，你可以去从这边来去找。你也同样是可以用这个汇出 Excel 档的这个功能，去让 AI 去了解。你可以汇出这个 Excel 档，去让 AI 用 AI 提示词去找哪些是题材比较好的公司，这个也是可以来去用的。好，那除此之外，领先资讯里面，你也可以透过财经日历来去观察一下。我自己认为 AI 泡沫到底会不会爆破，其实很重要的是我们要去看一下下个月8月27号 NVIDIA 财报。NVIDIA 的财报就是希望不但要好，而且要比预期还要更好，所以这个我觉得是一个很重要的日子，大家要记住8月27号，如果数据真的非常好，那我们可以去了解 NVIDIA 的财报有没有比预期还要更好，那就可以打枪空头，所以这个是大家特别要去留意的。如果你想学会如何用 AI 来投资，或者想打造一套像我一样的 AI 投资资讯系统，从选股、分析到自动交易，建立专属于你的 AI 投资助理，甚至进一步打造完整的程式交易系统，让 AI 协助你制作自动买进、卖出、控制风险的交易策略，不只能避开市场大跌，还有机会在空头行情中大赚一波。欢迎加入我们的 AI 投资学院 Plus 社群，我会手把手带你建构这整套系统。加入的方法，我把它放在资讯栏的连结。我是巨户团长，教你用 AI 投资赚大钱。那我们就下期再见喽，拜拜。